鹿港是一个台湾人都知道的一个文化小镇，却不是一个可以常常看到外国观光客的地方。今天我想要简单介绍一间我觉得非常漂亮的寺庙。在影片中，你也可以听到我在鹿港的传统市场里以及咖啡厅跟老板的真实对话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鹿港的龙山寺。这个寺庙呢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寺庙。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佛教的元素，所以一般的佛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个山门，这个是道教寺庙没有的。因为以前佛教的寺庙它都会是在山上，那现在呢就不一定会在山上了。但是这个山门呢，就是在提醒你说，进入这个佛教的寺庙前，你需要在心里有所准备，要带着比较庄重的心进入这个寺庙。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寺庙，它目前正在整修。然后在这个入口进来的左手边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特别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如果你写字在纸上，他们认为如果你要销毁这些纸，需要带着敬意去销毁这些纸，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地方统一来烧他们的纸。那进去吧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它原本是藻井，因为在以前他们会在这个地方的下面会有音乐的表演，但是现在他们在整修。所以如果下次你们来的话，你们到了这边，你们要记得你们抬头看它的天花板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设计，然后那个设计呢，是让它的声音是非常的集中的设计。然后像以前的那种音乐呢，大家可以听到，就是像类似这种音乐，这个是南管乐。虽然说龙山寺它是一个佛教的寺庙，但是现在在台湾佛教跟道教都已经非常融合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桌上会有贡品以及金纸。那其实传统的道教他们是不会烧金纸的，但是在台湾这个现象，你可以看到佛教跟道教是已经融合了。然后现在因为现在是台湾的冬天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橘子还有柳丁的这一些水果。但是我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我看到释迦，我记得释迦好像不是庙里的贡品哎，到时我再上网查一下。然后，请问这边可以录影吗？可以，谢谢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正殿。然后你看到上面的那个匾额，这个都是历史非常久的匾额。看到上面的建筑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如果你需要祭祀这个神明的话，你可以到这个地方，你可以买到香，还有金纸，
还有一些贡品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买到这个莲花的金纸，一个是50块钱，然后还有一些饼干、果冻。不是啦，伫遐门口啊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你还可以花40块买到这个。有啊，丽阳你讲我就甲报啊，报迄边啊。这个应该算是一种，算是吊饰吧，还是玩具？就是你可以问神明一些问题，然后你就把它丢到桌上或丢到地上，然后看到它的不一样的形状，你就可以知道神明的回答。要1000还是要1000吼？哦，你讲这种的这晓，拜拜要后边拜拜要用的晓，好好。300块。那都是有啊，都是他们。哎，雪茹，那个阿尚买那个就是35哈。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神明呢，它非常的特别，它叫祝生娘娘。这边呢，通常是，非常希望有小孩的夫妻，他们会来拜这位祝生娘娘。然后这个是光明灯，其实在每一年的新年，你可以大概花100块钱啊，还是几百块钱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光明灯下面放你的名字，然后它就会在这个庙里一整年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圆形的门呢，它就叫龟指门。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一个圆形的形状，外围是一个正方形的形状，这个就代表庙希望可以告诉来到这边的人，你要进入这边，你是需要有规矩，你需要遵循他们的规矩，所以这个门就叫规矩门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来到他们的这个里面，都是放一些经文的地方。这边的经文应该是可以读的，但是不能拿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庙，对，都会有的水池。然后基本上呢，在台湾的庙，你就可以看到乌龟，因为在华人的文化里面，乌龟是代表长寿的意思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符号。这个符号呢，我想如果外国人看到的话，或许会有一点惊讶。但是这个符号其实在佛教代表是一个万字符号，就是一个佛教的符号。我们来看一下庙的这个细节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门已经非常的斑驳，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它非常的有味道。通常寺庙中间的门都是不能进去的，因为中间的门通常是给皇帝走的。然后信徒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功德箱，信徒你可以捐献一些现金给这个庙。
现在呢，我想要告诉大家，在鹿港的菜市场里面有什么好吃的。身为当地人呢，有什么东西是我从小吃到大的？老板，我要一袋这个。这一袋吗？对。这个是手工的吗？对，这我们自己做。好，然后所以回家就是把这个黑糖水对加进去，然后你再只有碎冰还是冰块的加进去。了解。那还要加水吗？就是如果加冰块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稀释它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50块。对啊。好，谢谢。买到了。老板就说你回家的时候呢，你就把这个黄色的，你就把它，因为老板已经切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它放进黑色的这个水里面。黑色这个水呢，它是黑糖水，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加一点碎冰，就超级好吃。好，这是超级传统的台湾甜点。这个是我今天会在菜市场买的东西。那像刚才我们介绍其他的东西呢，你也可以买，像是在那边的那个面线糊，还有水晶饺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菜市场，下午就比较少人了，所以如果你比较不喜欢那么多人的菜市场的话呢，你就可以下午来。这个超好吃的。上次呢，我来这边的时候，来这边买这个芋圆汤，还有干芋圆，来当早餐吃。大家如果说到彰化，大家一定会想到肉圆，但是这边的芋圆它是在，也是很像水晶颜色的那种外皮里面再包芋头，超级好吃。但它现在已经关门了。这家店也是当地人会吃的。各位。你们知道鹿港什么很有名吗？鹿港在以前呢，它是一个码头，但现在已经不是。它以前曾经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所以它的海鲜也非常有名。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鹿港人跟彰化人爱吃什么样的海鲜。就是这个就是乌鱼子，它是乌鱼的蛋，然后把它从乌鱼的身体取出来之后呢，然后在这边晒，然后风干。我有买过这家店，它的乌鱼子非常的好吃，你可以抹上米酒，或者是跟着苹果片一起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之前我来买过，我很推荐给大家。然后大家其实可以看到鹿港的一些老建筑，其实都有一点西式。受到西方影响的一些元素，那其实它并不是传统的西式的。其实当时呢，在日治时期的时候，当时的日本建筑其实就已经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柱子，还有这种窗户。好，走吧。好，刚才呢路过这家昭和饼铺，我超级推荐，因为当地人呢都会来昭和饼铺，然后买奶油酥饼，它的奶油酥饼特别好吃，还有绿豆椪也超级推荐，所以有空的话来这家昭和饼铺。好，然后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说到，鹿港也有另外一家超级有名的糕饼店，就是这家玉珍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建筑超级漂亮的，对不对？玉珍斋呢是非常有名的鹿港糕饼店，它已经开很久了。其实玉珍斋的糕饼呢，并不是只有在鹿港才买得到，然后它是在清朝时期就有的糕饼店。我们来看一下鹿港的街道。在鹿港这边呢，在以前也有非常多做神像的木雕师傅。
所以你看到了很多祭拜的用品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呢，就是骑楼。骑楼就是人可以走在下面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在台湾其实非常常下雨。那这个骑楼的形式就可以让行人在下雨天的时候就走在这个走廊里，这样子就不会淋湿。所以在过去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，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，就是非常多的机车会停在这边，就是对于行人来说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了。另外一家店叫阿正肉包，这家店也是当地人也会来买的，然后外地人也会来买的一家肉包店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呢几乎没有人排队，是一个超级难见到的情景。所以呢，或许下午的时候来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另外一家非常有名的肉包店，他们也跟阿正肉包在同一条街上，叫老龙氏肉包。现在完全没有人排队，星期六下午，所以非常推荐这个时间来。我们终于到了中山路74巷38号的咖啡店。超级特别的是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的匾额？这个代表，在很多的台湾的一些老建筑都有这种匾额。那这边会，就是提醒他们后面的祖先，提醒他们后代的子孙，告诉他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。先看到这个房子非常漂亮，请问这边可以录影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录，那我可以录。需要帮您做介绍这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大家等我一下。好，可以。今天有特别想喝茶或者是咖啡吗？我想喝茶，你想喝什么？我想喝那个吧，抹茶拿铁。抹茶拿铁。好，那先给你介绍这边的茶。我们是专卖日本茶店，然后是福冈的八女茶。特色的话是玉露茶，但会担心咖啡因吗？不会。好，那玉露的话我蛮推荐的，它算是八女这个地区最盛产的，然后是日本的高级茶，它的风味会偏浓厚一点。好，那我想要，那你要什么？我应该会选一个玉露茶。好，要帮您做冰的还是热的呢？你会推荐哪一个？喝茶的话都会推荐喝热的，但是如果为了拍照好看，蛮多人会选择喝冰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我要好喝就好。那我要我要一个热的玉露茶。好，你要什么？我要抹茶拿铁。好，抹茶拿铁的话要冰的还是热的呢？热的。然后甜点糯米团子一个。我们来喝玉露茶。他先给我了第一泡，他说比较浓，然后给了我玄米，以及第3泡。那我们先来喝第一泡。我觉得它泡的呢没有什么苦涩味，所以对我来说是泡的还不错。再来，我们来试一下酱油团子。太好吃了！如果你在这边只能点一样甜点，一定要点酱油团子。大家现在听到的呢是，绝对不是卖冰淇淋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垃圾车。为什么卖冰淇淋？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卖冰淇淋的声音。